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台非常可爱的小车——熊猫 mini。这台车啊是一个滚滚白的颜色，它整个车的设计语言是以大熊猫为灵感的，所以看它的两个大灯非常 Q， 非常萌，包括这个撞色的饰条，让整个车更有一点活力了。充电口的部分设计在了整个车的最前面，这样方便咱们去直接进行一个充电，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去想，哎，我的充电口是在左边还是右边了，这样就可以直接的进行一个充电的动作。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侧面，是一个2015毫米的轴距，配备的是一个14寸的轮毂。14寸的轮毂呢，是以这个小熊猫的手掌作为设计语言的，3个把儿啊，这样分布开来的，非常可爱。而且14寸，我觉得对于这台车来说也是刚刚好。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它这个后视镜的部分，后视镜呢它是做了一个仿碳纤维的面板的这种包裹，让整个车的运动感更强了一点。这样的话也不用说啊，我们女生开的就是要非常可爱、非常萌，我们也有比较运动的一面。然后说到它这个车门，因为它这是一个2门车嘛，2门车的通病呢是这个车门会比较长一点，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停车的位置啊，跟旁边车的距离会有一定的要求，比较容易撞上。但是它比较好的一点是，它的车门足够长，所以我们后排的乘客出来上去的时候，不用去特别重点的去挪前排座椅的这个长度。我们就是这种空间，像我这种比较瘦小的女生来说，其实正常的出入就是足够了的。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它的尾部，大灯呢是做了2个双 C 的这种设计语言，这一点还是比较独特的，所以从后面看到我们的尾灯会直接发现这就是一台熊猫 mini。说到它的后排啊，打开后备箱之后可以看到它这部分的空间确实是有一点紧凑了，但是像我的这种包或者说是1、2双鞋，一些其他的小东西放下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比较大的后排空间的话，也没有问题，直接拉它的这2条绳，把它的这个后座放倒就可以了。你放倒了之后呢，就会得到了一个800升的超大的这种后备箱的储物空间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坐4个人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缩小一点这个储物空间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饰怎么样呢？这台车内饰呢用的是这种拼色的设计，还是挺好看的。然后前面给到了一个9.2英寸的仪表盘，基本上所有我需要的信息其实都能在上面非常清晰的显示出来，因为还是比较长的嘛。然后中间呢是一个8英寸的这种中控屏，然后它整个车的这个系统啊，车机的流畅度还是比较顺的，而且它做的非常简约，这一点我觉得很不错，很符合这个我们女生开车的习惯，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。下面是一个空调出风口，然后给到了物理按键，物理按键就很不错了。我们女生不一定非要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中控盘上找不到的一些东西，直接像空调啊、开锁啊，在这里手动的去控制就 OK 了。然后一个扭动的这个挂档的方式，它这台车最多的其实就是储物空间了，因为这台车的内饰它里面其实空间不是特别大，所以它把能做成储物空间的地方基本上都做成了储物空间。两边的门上，基本上你发现你能看见能做这个储物空间的地方，它都给你做了，包括副驾的前面也有一个这个储物盒，然后它虽然没有了手套箱，但是也给你做了一个小的储物空间。还有一点比较实用的是，它把前面这一部分整个掏空给你做成了一个超长的储物空间，你可以放很多东西在这里。然后是一个64寸的这种全景的天幕，它这个天幕用的是一个 PVB 的夹层玻璃，可以防晒，可以隔热，防紫外线。但是所有这种全景天幕都有一个通病嘛，就是太阳特别大、特别晒的时候，它体感还是能感到一定的温度的。它这个座椅啊，也是做了这种整体包裹性还是比较好的，我坐起来也是比较舒服，但是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硬。然后它比较人性化、比较贴心的啊，是我们女孩子嘛，经常会在车上喝个奶茶、喝个咖啡什么的，吃个东西，没有那么注意这一方面的事情，就很有可能会洒在这个座椅上。它做了一个这种防污、防脏、防水的这种座椅套，而做的这个拼色的颜色也是挺好看的。这个座椅呢，我其实已经调到了一个我的驾驶坐姿，可以看到后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，坐2个人其实完全没有问题，没有说大家想起来或者外观看上去里面空间那么小。它总体来说，我觉得内饰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。OK， 那现在我已经开上这台车了，给我的感觉，第一，我觉得它的操控特别好，因为可能基于它这辆车本身就比较小啊，所以我开起来真的就是指哪儿打哪儿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灵活轻便。
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适合女生开。而且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，它这个方向盘回正回得特别好，就这一个点，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女性司机啊。你不太需要去怎么特别注意它的操控，它自己回位回得特别的端正。它这台车呢是有2个档，一个是运动，一个是普通正常的行驶状态啊。像我们平常如果想稍微激进一点的驾驶这辆车呢，我觉得可以调到这个运动模式，给你的感觉其实也挺不错的，也挺快的，响应也是挺好的。它这个电门，它还有一个最小的转半径是4米，只有4米，这就实现了我们很多人想实现的一把掉头这种事儿。就算是比较小的路口啊，你也其实也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这个一把掉头的问题。这台车呢是一个200公里续航的版本，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快充方面啊。我们刚才已经试过几次了，这2天它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从30%充到80%，这一点对于现在用车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。那我现在试驾完了这台熊猫 mini 啊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台车真的非常小巧轻便，特别适合一些女生啊日常通勤或者一些小距离的出行。那你们觉得5万块钱左右买这台车适合什么样的人开呢？